如果你有房有股票，却还是很怕下跌，这支影片在讲你，因为你以为你有资产，其实你只有账面。现在我们只讲一件事，为什么有些人跌不死，有些人一次就出局？为什么下跌时有人被洗掉，有人却越买越多？真正让你在下跌时被洗掉的，不是市场，是你没有现金流。现在让你一眼看懂，谁会活下来？什么是资产？在会计与财务的世界里，资产 asset 指的是你所拥有且具备经济价值的资源。但如果只记一句话就好，资产等于能在未来持续替你创造价值或现金流的东西。关键从来不在现在值多少钱，而在于它会不会替你工作。资产的底层逻辑非常重要。依照标准定义，一个东西要被称为资产，必须同时满足3个关键条件：一，它能产生现金流或帮你省钱，这是最核心的一点。资产必须在未来能帮你换成钱或省下钱。常见例子，股票会配息及股价成长增值，房地产有租金收入，事业会产生利润，版权及内容也会有持续的收入。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流动，而它不需要你一直用时间去换。资产的特征是由你拥有或控制，你不在，它还在运转；你睡觉，它仍在产出。如果是你一停，钱就停，那它比较像是工作，而不是资产。3，它能对抗时间与通膨。真正的资产必须具备成长性、累积性、复利效果，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价值。从更深一层来看，资产的本质其实是在保存你的生命时间。最常见的3个误解，很多人卡在这里。误解1，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资产。名车、自住豪宅，多数情况最新手机，他们在做的事是消耗钱，而不是生钱。误解2，我很努力工作，所以我在累积资产。你真正累积的是技能、经验，而不是薪水本身。如果收入全部花掉，它只是成本。努力不等于有资产，努力只是燃料，不是引擎。把道理变成一个小故事，想象2个人，小力努力型，每天加班，收入完全靠时间，一停下来，现金流立刻归零。小远资产型，前期很累，建立股票、内容、系统，后来变成时间越多，钱越饿。差别不在谁比较聪明，而在于谁先建立会自己工作的东西。正确使用资产思维的方法，每天问自己这3个问题：这笔钱未来会帮我生钱吗？如果我不做事，它还会存在吗？5年后，它是在放大，还是在缩水？只要答得出来，你就在走资产的路。资产不是你拥有什么，而是什么在未来会持续拥有你。资产的主要分类从不同角度： 1，按实体形态有形资产，房屋、汽车、机器、黄金；无形资产，专利、商标、版权、声誉、软体、客户名单。2，按财务会计角度，资产负债表。依变现速度分类，流动资产1年内，现金与约当现金，应收账款、存货；非流动资产超过1年，不动产、厂房、设备、PPE；无形资产，商标、专利、版权、商誉；长期投资，股票、债券、出租房产。3，按个人理财角度，生息资产，租金、股息、债息、版税；增值型资产，成长型股票、部分房产、艺术品；保值型资产，黄金、白银、部分外币。一个最重要的会计公式，在会计恒等式中，资产的来源只有2种，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。举例，你买一台100万的车，头期款40万是权益，贷款60万是负债。车子本身是资产100万，为什么资产这么重要？对企业，资产是营运的基础，结构与效率决定竞争力。投资人必须先看资产负债表。对个人，
资产是财务安全与自由的根基。增加资产，减少负债等于净值成长。必须分清楚的3个概念：资产 vs 负债。资产是钱流进你口袋，负债是钱从你口袋流出去。很多东西外表像资产，实际上却是负债。资产 vs 费用。资产是未来还会带来价值的，费用是已经消耗回不来。例如，电脑用于多年工作是资产，吃掉的午餐是费用。总之，资产是你今天拥有，但会在未来持续为你创造好处的东西。不论是个人理财还是企业经营，核心任务只有一个：取得优质资产，管理它，让它成长。什么是现金流？简单来说，现金流 cash flow 就像是企业或个人的血液循环，它记录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在一段时间内，钱有没有真的流进来，又流出去多少。请记得，现金流只看钱有没有真的进口袋，不是账面获利，不是报表数字好不好看，而是钱有没有实际在动。为什么赚钱不等于有现金流？很多人会把净利和现金流搞混，但这两者完全不是同一件事。你可能账面上赚很多钱，例如货已经卖出，收入已经入账，但钱还在别人那里。如果口袋里没有现金，公司一样会倒，个人一样会崩。这就是为什么现金流比获利更重要。现金流的基本结构：现金流入，薪水入账，投资获利，收到借款；现金流出，房租、水电、消费支出，偿还贷款。把它想象成一个蓄水池，流入大于流出，此时水位上升，属于正向现金流，有余裕，有选择权；流出大于流入，此时水位下降，属于负向现金流，周转风险升高。很多企业在倒闭前其实是赚钱的，只是钱全卡在存货、应收账款，因此付不出薪水、房租，这就叫做黑字倒闭。为什么现金流这么重要？因为它解决了3个生死问题：公司会不会倒，个人能不能撑过低潮，投资能不能活到最后。世界上很多人不是赚不到钱而失败，而是死在现金流。现金王 Cash is King 不是口号，而是现实。现金流是企业与个人的血液、生命线、生存权。一个残酷但真实的逻辑，超级重要。世界上所有崩溃几乎都不是因为亏很多，而是没现金。公司倒闭不是不赚，是撑不到钱进来那天。个人破产不是收入低，是每个月都付现金流。投资爆仓不是看错，是没子弹撑到反转。所以现金流是活下来的权利。现金流的3大分类一定要懂。1. 营运现金流最核心，代表你靠本业实际收到的钱。公司卖产品收服务费，个人薪水结案收入。关键是本业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。2. 投资现金流钱帮你工作，与长期资产买卖、投资有关。流入股息、房租、利息，卖掉股票或设备；流出买设备、买房、投资、研发、资本支出。通常成长中的公司，投资现金流是负的，但如果长期为正，有可能是在变卖家当，要特别注意。3. 融资现金流指借与还，和借钱有关的现金流。流入贷款、发债、增资；流出还本付息、发股利、回购股票。请注意，融资现金流是救济工具，不是长期饭票。最常见的5个现金流错误。错误1，以为有赚钱代表现金流很好，如果账款收不到，一样完蛋。错误2，靠借钱撑生活，虽然有现金流，那只是延后死亡而已。错误3，忽略固定支出，每个月都需要扣钱的，这才是最大杀手。错误4，投资只看报酬，不看现金流，高报酬即不稳定，
你的心态会先崩溃的。错误5，把资产变成负向现金流，房子、车子、会员费，全部都在吸你血。个人理财中的现金流核心公式是：个人现金流等于总收入减总支出。财务自由的第一步，不是赚很多，而是稳定的正向现金流。如何正确使用现金流？个人版3原则：1. 先顾正向现金流，再谈成长。2. 每月一定要留安全现金余额。3. 投资不能影响生活现金流。投资版3原则：1. 没现金流的投资，心理压力极大。2. 能产生现金流，才有时间等复利。3. 活下来比看对重要。创造正向现金流的3条路：1. 增加主动收入，例如升级技能、加薪、兼职。2. 增加被动收入，例如租金收入、股利收入、版税、利息等。3. 减少不必要支出，例如砍负债，降低固定成本。现金流游戏的核心概念：资产帮你带来正向现金流的东西，负债每个月从你口袋拿走钱的东西。财务自由的本质只有一句话：被动现金流大于等于生活总支出。最后用一个故事来收尾：老鹰与补给线。想象你是一只老鹰，高度代表资产规模，速度代表成长率，补给线代表现金流。老鹰不是因为飞不高而掉下来，而是补给断了。补给稳定时，可以慢慢飞，等待机会；补给不稳时，飞再高也会坠落。资产决定你能飞多高，现金流决定你能飞多久。资产与现金流的真正关系，最简单的理解方式是果树与果实。资产很像会结果实的树，现金流则像是成熟后掉下来的果实。如果一棵树永远不结果实，它多半不是资产，而是被误会了资产为资产。用一个更精准的比喻，资产是水库，现金流是水流。水库的容量、资产规模决定你拥有多少财富存量，水流的方向与速度，现金流决定水库是满溢还是乾涸。你不是想拥有一个看起来很大的水库，你是想确保水一直在流，而且是往你这里流。什么才是真正的资产？真正的资产是未来会帮你把钱带回家的东西。关键从来不是现在值多少，而是它会不会自己生钱。什么是现金流？现金流是钱实际流进你口袋的节奏，不是账面数字，不是报表幻想，而是每月进账，每季配息，每年分红。你能不能付账单、吃饭、睡得住，看的从来不是市值，而是现金流。两者的真正关系，资产会产生现金流，支撑生活与再投资。你也可以不花掉它，再投入放大资产。这不是线性，而是一个飞轮，关键的良性循环。换句话说，资产是水龙头，现金流是流出来的水。你要的不是一个很贵的水龙头，你要的是水永远不停。为什么大多数人卡住？常见误解。误解1：有资产等于有钱。我有一间房，我有很多股票，但现实是房子在缴房贷，股票不配息还套牢。这些资产并没有养你，反而在吸你的血。误解2：现金流只有薪水。薪水是什么？拿时间换钱的主动现金流。一停工，现金流立刻归零。真正强大的是股息、租金、系统收入、版税。你没有在上班，钱还是会流过来。用现金流方向快速分类资产，把所有资产分成3种，一眼就懂。好资产，正向现金流，会养你；中性资产，现金流不稳，需要靠管理；伪资产，负向现金流，只会吃你。不是名词决定它是不是资产，而是现金流方向来决定的。新手及高手看法完全不同。投资新手问会不会涨，投资高手问现金流
能不能撑过市场波动，因为有现金流就可以等待，没现金流会被迫砍在低点。现金流是真正的心理安全网。一个小故事，假设有2个人 A 及 B， 我买了一堆看起来会涨的东西，却没有现金流，市场一跌，生活压力一来，就会全部卖光光。B， 他的资产不炫，但每个月有稳定的现金流进账，市场下跌时还能够逢低加码。最后留下来的是谁？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现金流撑得最久的。说清楚本质，资产是为了现金流而存在，现金流是让你不被市场逼死的氧气。资产决定现金流的潜力，现金流决定资产的活力与价值。不要只累积死资产，任何一项无法产生现金流，还需要你不断输血、交费用、付利息的，它在财务上更接近负债。这正是穷爸爸富爸爸的核心定义。财务管理的终极艺术不是拼命买资产，而是配置资产，优化现金流结构。短期保留足够流动资产，确保生活与紧急支出无虞；长期把多余现金流持续投入能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，最终打造一个自动运转的财富系统。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张由优质资产组成的网络，现金流生产网络，让钱24小时不间断地为你工作。当这张网产出的现金流超过你的生活所需时，你得到的才是真正的财务自由。为什么现金流比资产规模更重要？因为资产决定你的身价，现金流决定你的生活品质与生存能力。很多人或企业资产雄厚，却因为没现金，最后黑字倒闭。最后送给看到这里的人，不要只问我拥有多少资产，要问他们能不能养我一辈子。